周一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高级别会议再起事端，英国和德国外长无理攻击中国的涉疆涉港政策，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他们激烈辩论，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真相。驻加大使丛培武则接受当地电视直播采访，驳斥加议会的种族灭绝动议。新疆没有种族灭绝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为什么西方政客和舆论如此热衷造谣新疆呢？来看报道。针对一些西方国家蓄意抹黑，以涉疆问题攻击中国政府，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高级别会议上直言，涉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反分裂问题。经过各民族人民的努力，新疆地区已连续4年多没有再发生暴恐案件，社会安全稳定，发展持续向好，人民安居乐业。新疆地区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和宗教压迫。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源于无知和偏见，纯属恶意的政治炒作，与事实完全相反。新疆地区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到访过新疆的各国人士都能实地了解到事实和真相。我们也欢迎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王毅国务委员对人权问题的阐述，实际上是明确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一个态度。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个国家在解决国内所面临的人权挑战方面，都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这个举措，积极借鉴国际上的这个有益经验，在新疆进行反恐和区域极端化的有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这个成效。王毅国务委员在这个人权理事会上也发出了对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的这个邀请，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的一种开放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新疆的大门对外界保持敞开。2019年，新疆接待游客超过2亿人次。2018年以来，包括联合国官员、外国驻华使节、有关国家常驻日内瓦代表、媒体记者和宗教团体等在内的100多个国家1200多位人士赴疆参访。然而，少数外国政客对中方的澄清选择性耳聋。英国外相拉布复读机一般复述了英方的态度，要求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或其他独立专家应立即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还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该就此事做出一项决议。拉布还陈词滥调地声称，存在所谓强迫劳动与强迫妇女绝育的许多迫害行为，并使用了工业化规模这样的耸人听闻的词。香港问题也被拉布搅到一起，而他的依据是相关报道内容，但实际上英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已经被证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觉得跟现在英国的外交政策的这样一个转变是有关的，而这个呢，实际上是基于目前英国这个抗疫的情况非常的严峻有12多万人去世，400多万人染病，然后呢，这个经济呢又经历了300多年来最大的下降萎缩了10%，同时呢，脱欧的这样一个事情呢还没有完全了结，那么需要重新寻找一个定位，而这个时候呢，正好又碰到了拜登政府上台重新要所谓这个统合盟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呢，英国人其实是需要刷存在感。长期给港独头目黄之锋张目的德国外长马斯再次借机插手涉疆和香港问题，他攻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声称德国不会沉默，要零容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缺席此次会议。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拜登上台后推翻特朗普的决定，于本月8号宣布重返该理事会。但美国舆论怀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次并未向美方发出参会邀请。涉疆反华是长期以来美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遏制、削弱、分化中国的这样一个抓手。中国作为一个这个快速发展成长的这样一个大国，正在日益的走向世界舞台的这个中心。在人权的维护上面，中国也走出了一条非常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这样一条道路，赢得了本国人民的这个赞赏与认可，也赢得了许多世界有识之士的认可。他们可以说在内心上面是非常惶恐的，对中国之治是又嫉妒又仇恨。对于这种不同于西方的这种道路，他们在心理上面是难以接受的。
会场外，一些五眼联盟国家还有更出格的举动。加拿大众议院周一通过了2项涉疆动议，称新疆有所谓的种族灭绝，并以此要求加拿大政府牵头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鲁多的内阁成员中，只有外交部长加诺一人出席投票。加诺在众议院发言时说，他代表加拿大政府投了弃权票。加拿大广播公司称，特鲁多不认可种族灭绝的说法，认为议会的动议不严肃。但他在上周的 G7 视频峰会上称，新疆的事情让他沮丧。报道还指出，加拿大是除美国外唯一官方指控所谓种族灭绝的国家。尽管这2项动议都不具备强制约束力，但无疑已为陷入低谷的中加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还有加拿大议员表示，动议没有附带下一步行动计划，但加拿大政府需要紧跟美国的做法。他的这个相关决议是没有约束力，也没有得到这个内阁就是政府机构的这个承认，但显然呢，它造成了很不好的这个国际影响，对加方国内的这个民意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同时呢，也在这个国际上开了很不好的这个先例。加拿大的政府层面的这个不作为，甚至释放出的一些错误信号，助长了这个加拿大国内，特别是加拿大议会内部的反华势力，推动有关决议的这样一种野心。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敦促加方停止大搞反华闹剧，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声明指出，绝大多数支持种族灭绝动议的加拿大议员从未去过新疆，甚至没有到过中国。他们打着人权的幌子，在社交问题上搞政治操弄，目的是干涉中国内政，通过打对华强硬牌，在国内捞政治分。这是何等的虚伪和无耻！周一，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接受加拿大公共事务频道直播连线采访，敦促加方放弃偏见，尊重事实，纠正错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避免采取进一步损害中加关系的行动。对于加拿大众议院动议要求加政府呼吁盟友抵制北京冬奥会，丛大使揭露了加方的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丑陋嘴脸。 There's some part of the motion related to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We firmly oppose that as well,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once again that some people here in Canada and in some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re politicizing the issue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that's also against the charter of the Olympics. And I think for Beijing Olympic Games, it won high recogni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IOC. And even here in Canad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levant committees are supporting that event. 丛培武周六接受加拿大最大的通讯社加通社采访时强调，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国家人士标榜自己捍卫价值观，但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条应该是尊重事实，停止散布虚假信息甚至谎言。散布谎言根本不是捍卫价值观。丛大使批评了西方政客和舆论在社交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他举例指出，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再教育营，新疆依法设立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属于学校性质，与英国设立的转化和脱离项目、法国设立的去极端化中心没有本质区别，完全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联合国反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反恐决议的原则和精神。美西方政客都是以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为优先考虑的，真相呢，在他们那里往往是要打上引号的。真相只有在符合其利益需要的时候才能算作是真相。在涉疆问题上，他们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抓手，他们并不考虑涉疆问题的这个真相。只要是对中国不利的，只要是抹黑中国的，只要是他们能够拿来利用，为自己的这个狭隘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他们就会乐此不疲。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加拿大议会的种族灭绝动议成为焦点。发言人指出，加拿大众议院有关涉疆动议罔顾事实与常识，对中国蓄意污蔑抹黑，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新疆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种族灭绝，这完全是极端反华势力蓄意炮制的世纪谎言，是污蔑抹黑中国的荒唐闹剧。加方一些人应该摒弃反华的偏见，走出内心阴暗的屋子，见见阳光，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而不是沉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陈旧思维，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将国内的政治争斗甚至一党的私利
置于中加关系大局之上。我们注意到，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外国媒体，特别是加拿大媒体，对涉疆议题尤为关注，多次举手提问。而面对几家外媒记者多轮互相打配合式的犀利提问，发言人汪文斌也以真实的数据和事例进行了回应。事实上，相关动议是加拿大对华的蓄意抹黑与污蔑。汪文斌也强调，涉疆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去极端化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纽约时报报道指出，所谓的种族灭绝，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下台前一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首次提到这个词，但当时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同日发表一致意见，指出蓬佩奥的用词并无法律依据，不符合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定义。但拜登政府的后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声称，美国将努力确保美国维持原先的立场，也就是坚持种族灭绝，继续打新疆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种族灭绝是极其严厉的指控，仅用于描述大规模杀戮的最坏情况，因而具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在没有扎实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措辞是政治化的操弄，并有侵蚀法律的风险。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新疆没有所谓的种族灭绝。事实上，新疆人均预期寿命由60多年前的30多岁提升到72岁。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万人上升至1272万人，增加255万人，增幅为 25%， 高于全新疆人口 14% 的增幅，并明显高于汉族人口 2% 的增幅。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和尼格买提等维族演艺明星或主持人炙手可热，受到各族观众的追捧。所谓的种族灭绝，纯粹是无稽之谈。西方世界呢一直以为自己呢是这个道德的祖师爷。实际上，无论是抗议也好，包括最近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冰冻等等，在特朗普时期呢也专门出现了有关这个黑人命也是命啊等等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有关人权的这样一些问题，都反映出了本身他们对这个民众生存权的这样一种相对的漠视，或者治理上的这样一个漏洞百出那么反过来通过讲述或者把以所谓的道德教师爷的这样一个身份来指责中国的人权等等其实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想来平衡它本身国内抗议或者对民生的关注不足。